各位朋友，台灣7800億藍白共同提出的這個軍購案，我最早的時候就斷言這是鄭麗文政治上的一場徹底的失敗和滑鐵盧。有好多人不同意啊，說這個東西是換湯不換藥啊。鄭麗文最開始提出的3800億加 N， 現在呢把這個 N 明確成了7800億。它問題是不在於數字啊，而在於鄭麗文的方案被推翻了，而且这個數字給一般的民眾上的觀感就是從3800億加到了7800億，接近了趙少康幫的8000億，所以說是鄭麗文輸了，感覺就是這個。那鄭麗文呢，你看這兩天我看他出來講話呀，臉色並不好看，你們有沒有發現啊？有這個記者說國民黨開那個茶敘會，就是邀請記者開茶敘會，鄭麗文遲到了1個多小時，而且呢到了會場以後臉色很難看。記者問他一些問題，完全不像他平時那樣談笑風生，而是呢顧左右而言其他，勉強講了幾分鐘的話。所以說啊，他自己可能也感受到了這個壓力。我一直說他不容易啊，國民黨百年大將綱啊，處處都是趙少康，處處都是藍美人反動派，所以鄭麗文在國民黨目前的這個處境，確實是我非常的擔心他。前兩天呢，由於自己的這個心境可能是受到了擾亂吧，說話也口不擇言了，又說出來了，說這個把這個第一島鏈變成了所謂的東亞共榮圈這個事兒，就更引起了中國大陸很多網友的反感。那個小日本提出的這玩意兒，你能把它拿過來啊一塊談嗎？所以鄭麗文目前呢言多必失啊，心情不太老好的。台灣的一些統派的名嘴，包括邱毅，也這兩天也看不下去了啊，也是說這個鄭麗文改變不了國民黨的話，那兩岸的統一問題不能靠國民黨這個反動派啊，黃國昌呢？人家黃國昌最開始的時候提的也就是個8、9千億，對吧？那黃國昌呢，這個等於說是獲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對吧？當然大勝呢就是趙少康的8000幫了嘛。所以鄭麗文在黨內的地位，我十分的是替他擔心嘛。黃國昌也說出了他如何說服鄭麗文的這個過程，讓人聽起來呢更加感覺到，鄭麗文這次確實是很難吶。大家都站好了嗎？有了 ，OK 嗎？可以哈。好，來請。主席想問一下，今天是母親節活動，帶黨工來的媽媽們來按摩嗎？您最近也體驗了分娩痛，有什麼心得呢？今天母親節哦，台灣民眾黨舉辦這一個媽媽神隊友寵愛媽咪的活動。那事實上，我們想要說的是，生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還需要制度面上面更多的關懷。那從女性從懷孕到分娩到養育子女的過程當中，其實承擔了非常重的責任，但我們認為這不應該由媽媽一個人來承擔，不僅僅是家庭，國跟社會都應該要給更多的支持。所以利用母親節的今天，我們舉辦寵愛媽咪這樣子的活動，事實上除了呼籲大家在母親節的這一天能夠多陪伴媽咪，然後帶媽媽去做一些讓媽媽開心的事情以外，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讓我們正視媽媽的辛苦，以及在這個過程裡面，整個在制度面上面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在母親節的這一天，想要跟所有的媽媽說，媽媽辛苦了，我們愛你。
看就是說，在軍購的這個部分，因為那時候是不是有跟鄭麗文跟國民黨人士都有溝通，說要提出這個8000億版本，如果國民黨不支持，可能民進黨就會轉而支持民眾黨的版本。那當初溝通的這個方式到底是什麼？其實跟鄭主席在溝通的過程當中，我說過非常的順暢。那其實大家都是本於要強化台灣，也要看緊人民的納稅錢，我們非常科學、務實、理性的按照發價書的金額來分期籌編相關特別條例所授權的金額。那這個跟漫天喊價式的數字，只給一個抽象的數字，不講它的依據是什麼，我相信更能夠為台灣人民所接受。在整個溝通的過程當中，其實各方的意見我們都有聆聽到。那除了鄭麗文主席之外，韓國瑜院長、盧秀燕市長以及國民黨、民眾黨非常多的立委們、好朋友們，大家所提出來的意見，最後能夠匯集在一起，然後成為台灣民眾黨跟中國國民黨共提的版本，凝聚成這樣的共識，我相信這是一個最好的版本，也符合絕大多數朋友的期待。至於民主進步黨的部分，我老實說，民進黨在這個過程裡面玩盡了兩面手法，但是民進黨的兩面手法真的攤在陽光下給大家看的話，大家就會知道民進黨說了多少謊言。一開始跟信誓旦旦的說1.25兆，1塊錢都不能少，少了1塊就會對台灣的造成如何的影響。結果最後什麼？最後私底下跑來跟台灣民眾黨講，說其實8000億再多給個600億就可以了。而且我說過，傳遞這樣子訊息的還不是只有立法院黨團總召蔡其昌，行政院的高層傳遞一模一樣的訊息。我已經公開請教過卓榮泰了，你找行政院的高層跑來跟台灣民眾黨傳遞這樣的訊息，跟你卓榮泰對外面所宣示的完全是180度自打臉。到目前為止，卓榮泰還沒有回應。結果等到立法院3讀通過特別條例3000億加上4800億的版本之後，民進黨又開始鋪天蓋地的進行了新一輪的大內宣。我要正告賴清德政府，面對特別條例這麼嚴肅的事情，每一分錢都是台灣人民的納稅錢，做好監督把關的工作，看緊人民的荷包，本應該有的具體的作為。連川普總統面對美伊的戰爭，在美國國會本來希望提2000億美金的一個特別預算，都因為國會的把關跟反彈，而自己願意把金額降低，把一些應該編到一般預算的編到一般預算當中了。美國循他們的民主程序，美國借由他們國會的監督可以這樣做。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的，幫台灣人民把關好人民的荷包，何錯之有？我希望賴清德政府能夠認真的，趕快針對已經付了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拿到武器的，趕快拿到武器。重點不是急着趕快搶着付錢，重點是我們付了錢的東西要趕快拿到，才能夠真正強化台灣的國力。因為那天軍購這個通過之後，那徐小新看到你是有哽咽落淚了，那是不是藍委都還蠻感謝你？那這些藍委大概都怎麼跟你溝通？有跟你表達感謝嗎？沒有啦，不敢說感謝啦。我覺得跟小新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包括他們很多年輕的委員，大家都很憂心然後也表達了關切。那總是在民主的過程當中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好好的討論，那有相同的信念，最後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版本。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非常多的立委，那以及國民黨的好朋友們，大家其實都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我覺得最後我們能夠攜手共同努力，把這件事情給完成，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要特別向很多辛苦的立委們說聲謝謝，大家辛苦了。您怎么看？主席怎麼看這個柯玉安爆料說，就是民眾黨的 logo 之前在海選的時候，柯主席沒有嫌貴不想付30萬的獎金這樣的說法，然後還說這個 logo 是有粗有細的字體，那未來可能會整合或是推出新的 logo 嗎？
未來是有出有戲的戲體。現在柯玉安是在指手畫腳，指導台灣民眾黨要成立新的 logo 嗎？對不起，我有一點聽不太懂。這麼多年前的事情，可能當初啦，負責處理文宣的同仁，好像就是柯玉安他自己吧。中間過程出了什麼事情，老實說我沒有參與，可能小牛會比較清楚。但我要說的事情是，與其繼續去沉浸於自己過去那麼多年前的事情，我現在比較關心的事情呢，是民進黨政府有沒有濫花台灣人民的納稅錢，去隨意的改其他的 logo。怎麼看？就現在傳出府院這邊有在研擬說，在無人機部分會另外提特別條例，這是可以接受嗎？沒有，他們要提案，這本來就是行政部門的權利嘛。那他們的提案是不是能夠說服國，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嘛。但我還是要再說的事情是，產業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不應該成為綠油油，想要借此大撈一筆發大財。說鄭麗文去北京訪問的這趟行程是中國大陸包括北京給台灣的最後的機會。然後呢，國民黨這一次軍購案演了這一出戲之後，我怎麼覺得蔡博士的這句話的含金量還在上升呢？老師，您是怎麼來觀察這件事情的？蔡正元對國民黨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只是他比我心腸軟，他有時对國民黨不忍心過度苛責，所以他對國民黨的批判呢，他是有保留的。但是他對國民黨非常非常了解。那我為什麼對國民党的批判比較赤裸裸？因為我一直到2006年的1月才加入國民黨。那時候因為連戰跟我有知遇之恩，他希望我能夠到國民黨去。好，那時候我正在打陳水扁的弊案嘛，他希望我加入國民黨，我在他的要求下才加入國民黨的。但是我入黨的2個介紹人，一個是連戰，一個是王金平。但是我對國民黨其實一直很反感的。嚴格來說，我在台大教書的時候，就一直被寫告密信，被職業學生寫告密信，說我上課常常批評兩蔣，比李敖罵的還兇。那其實我對像台灣過去沒有什麼人知道吳石、朱峰這個聶西、陳寶倉事情的時候，我就常常在課堂會講他們過去隱蔽在線裡面的點點滴滴。所以我等於也算是國民黨黑名單的人物但是我這個人比較可憐因為在台灣你非統即獨，偏偏呢我會跟國民黨之間是對立，然後呢又反對台獨，跟民進黨又勢如水火所以就變成既國民黨不愛，民進黨也不疼。我們愛您老師，我們這麼多人都在支持您所以我对国民党為什麼蔡正元會有這樣的話出來？他一定是痛徹心扉，他才會講這麼重的話。果然，他罵國民黨都有點保留着。他知道國民黨的特性，國民黨不會支持統一的。以國民黨的個性，他支持的不是兩岸之間和平的統一，是國民黨去反攻大陸。殲滅共產黨的統一，所以他的統一是立足在反共基礎的統一。因為國民黨的口才都頂好的，所以誤以為國民黨是統一，他那個統一有夾帶一個重要的基礎，叫做反共。因為反對共產黨是國民黨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對台灣人民洗腦教育裡面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在國民黨裡受國民黨教育的人，他心裡對統一有一種臨淵而懼的感覺，也就是說，他統一很近的時候，他們會覺得統一以後是被共產黨統治的，你願意嗎？他因為在國民黨的教育中，共產黨是萬惡不赦的。你知道我們小時候都要練，說大陸同胞吃草根、啃樹皮、水深火熱，是需要台灣來挽救他的。你們大概你聽過了哈，小喬也聽過什麼高鐵上沒有椅背，大家吃不起茶葉蛋之類的。即使很多人知道那是假的，可是呢，他們也不大願意出面替中國大陸做一些辯駁但是他們現在在經濟的壓力下，或者在可能有戰爭的風險下，他又不得不跟民進，對了，他又必須要跟大陸走得很近。所以跟大陸之間就產生了，進退之間的困境，
那鄭麗文因為不是受國民黨教育的，他是反國民黨的，所以他就比較單純的去看兩岸的問題。所以你如果把統一的重任，把它寄望寄託在國民黨的身上，那叫做緣木求魚。最後你會發現，根本依國民黨的定義是不會統一的。國民黨的目的只有一件的，還明白的講，不統不獨不武，這就真的是民進黨基本的觀念，它就是拖久了就可以以拖代變。很早了，1990年代的時候，當時候李登輝就跟我講啊，以拖代變啊，我們等待大陸和平演變啊。他跟美國現在想法一樣啊，美國也是認為他只要給壓力，伊朗就會產生顏色革命，就會自己把原來的哈梅內伊政權推翻。那一樣的嘛，國民黨也是認為這樣啊，他認為只要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了，共產黨的政權就會沒有了，所以他認為以拖代變才是他們要走的主軸嘛。但是問題是，現在對國民黨來說很痛苦的一件事，是共產黨治理之下的大陸，在整個世界的表現越來越好，跟他們原來的預期是相違背的。而且美國的老大還不行了，這是更關鍵的。對，反而美國他們所信仰的美國，反而像是一個已經日薄西山的衰老的老大，這個跟他們原來的預期是相反的。所以很多的國民黨就有人就想嘛，那何必呢？那我何必再去管政治？我就去利用現在兩岸融合的機會，能夠找到一點可以賺錢的機會，能撈就撈，能賺就賺。好，那這個就被民進黨抓到了把柄啊，所以民進黨就開始罵啊，說你國民黨搞買辦政治啊，這個使得國民黨在推動兩岸交流的時候，對台灣人民就沒有說服性了。大家認為你推動兩岸交流就是為了做買辦啊，就是為了自己撈錢啊，而為了造福你的本身的國民黨你的好朋友啊，或者造福你的家人啊，就產生這樣的一種批評就出來了嘛。所以為什麼蔡正元當時認為你不能把統一寄望在國民黨？而且國民黨裡面反美的勢力，那真的大到你沒有辦法想象。從這一次的軍購之亂，你就會看出來國民黨的勢力在裡面的親美的勢力，我剛剛講的反美哈，親美的勢力是大的不得了。他親美勢力大的不得了，而且呢，很多人都以跟美國互動為榮即使給你發施號令的只是 AIT 的一個古立言處長都不得了嘞，都是天大的大官嘞。所以蕭巨陳為什麼出事？因為他批評古立言說他只不過是個科長級的人物，這個犯了國民黨親美派的大忌，所以他才成為被圍剿的對象嘛。所以從這裡就看出了要統一不能靠國民黨，國民黨只能在這個被動的角色。當整個大勢已成，無可改變，那國民黨會隨波逐流。可是，在沒有大勢已成之前，國民黨一定會扯後腿。這一次的軍購就是很明顯的。還好鄭麗文這一次走得算是比較穩健，至少他的7800億表面好像向趙少康妥協，讓你們這些親美勢力不要再罵了，不要再搗蛋了，不要再扯後腿了。我定了7800億，雖不是你的8000億，但是也差距很小了。但是他又把7800億分成2部分，真的可以落實的只有3000億，剩下的4800億，那就看5月14號。如果說那個時候，中國大陸要求美國要遵守817公報，不能把進攻型、攻擊型的武器賣給台灣，而且金額必須要縮減，那這時候當然就沒有第二波的發價書了。沒有第二波的發價書，很可能最後的軍購就是現在已經落實的3000億，很難再增加了。所以這3000億當然比鄭麗文一開始提的3800億更少，也等於更為人民看緊荷包。邱毅先生是個堅定的統派，年輕的時候就和台獨包括國民黨的一些反動派進行鬥爭。現在呢，他看到鄭麗文時代的國民黨的這種情況，也是一聲嘆息吧。反對派藍美人勢力大呀，鄭麗文真是玩不轉這個百年大將綱啊！希望他
不是第2个洪秀柱吧？点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